他是火影中的不死鬼神，加入过小，成立过自己的村子，也参加了不止一次的忍界大战，一人承包了火影大部分禁术，击败了前期最强火影猿飞日斩，风影罗刹也死在他的精心谋划之下。只是听到名字就能让水月吓到融化。这个忍者就是前期以一人之力扛起了火影反派大旗的大蛇丸，甚至一度让人以为大蛇丸就是火影的终极反派。然而这样一个极度危险的人物，却在忍界大战时起到了翻盘的作用，解开了尸鬼封禁，释放了木叶 F4，为忍界联军带来了曙光，成功活到了博人传，甚至被赋予了忍界第一肉盾的称号。那么大蛇丸的真实实力到底有多强呢？我们将从大蛇丸的身体、忍术、禁术、弱点等方面分析。大蛇丸之所以给人感觉强，首当其冲的是因为它的生存能力。除了公式书中惊人的速救，能够闪避预判绝大多数攻击，还有就是它的身体承伤能力。所谓活着就有输出，哪怕是刮痧，大蛇丸有多肉，拥有怪力的纲手，暴怒的四尾鸣人都曾体会过。它的肉不是传统性的防御，而是将身体软体改造，类似于水月水化的身体，并且没有属性克制，以柔克刚，轻可扛下纲手的怪力，重可迎接尾兽域。但软化的身体承伤也有上限。大蛇丸在和四尾鸣人战斗时，身体多次破碎。大蛇丸内心独白也承认了，如果尾兽域浓度再高一点，自己可能真的会死。大蛇丸召唤三重罗生门，就知道他是真的怕了。同样的，大蛇丸也害怕鼬和佐助的天照、阔鱼的酸液等这种能够持续破坏身体细胞的术。所以大蛇丸的另一种能力出现了，那就是蛇派专属的替身术，被誉为最完美的替身术。当身体受伤或者被摧毁后，可以从原身体中突出新的身体。我吐蛇，蛇吐我，我吐我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缺点就是此处消耗查克拉不小，非大蛇丸本人使用消耗更大。佐助曾用这一招躲过天照，基本一下就被掏空了。大蛇丸公式书中经为7，蓝量只能算优秀。替身术再强，大蛇丸也要规划使用，所以大蛇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不死，是通过软体改造成伤、白鳞大蛇的再生能力，还有替身术3种能力来营造出打不死的感觉。但毫无疑问，这种恢复能力在火影中是顶级的。凭借着超强的生存能力，大蛇丸就稳上影级宝座。大蛇丸的攻击手段可以划分为3种：剑术、物理攻击、忍术、禁术，还有通灵术。大蛇丸不仅是一个剑术高手，和手握元魔的3代火影打得不分上下。同时，他的空之太刀能够像御剑术一样自由操控，除此之外，也可以自由变换长短，曾经将四尾鸣人戳出100多米远。空之太刀也算是一把小神器了。大蛇丸忍术方面，主流是风遁，以切割为主，并不常用。蛇术常用的是配合软体改造的蛇类忍术，自身可以依靠软体改造变换长度、力度攻击。潜影蛇手则能够在一瞬间抓取住敌人，同时利用毒牙释放麻痹毒素等其他操作。双蛇相杀则是一种爆炸忍术，理论上是同归于尽的忍术，只可惜遇到高手，比如红豆对大蛇丸使用就完全不够看。而大蛇丸的本体是白鳞大蛇，此状态下可以释放麻痹毒气，身上的鳞片也能够化作无数小蛇攻击，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，就算被斩成多节仍然可以存活。不难看出，大蛇丸的招牌忍术并没有太强的表现，尤其爆发伤害和 AOE 是短板。但没有关系，禁术才是大蛇丸的亮点。大蛇丸最强的攻击忍术必属八旗之术，这也是大蛇丸最后的底牌。庞大的体型拥有非常强的恢复能力，能和鼬的须佐能乎打得有来有回。如果不是十拳剑，此术不可能被须佐秒杀。大蛇丸本想用8个2炸死鼬和佐助，没想到鼬手里的是王炸。八旗之术的细分太少，表现力不足，但是公式书中表明是大蛇丸最强的忍术，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，此术绝对是影级别的存在。通灵术绘图转生是大蛇丸的招牌禁术，曾用绘图转生打败过3代火影猿飞日斩。早期的绘图转生 bug 很多，所以大蛇丸对其增加了束缚力，同时也限制了绘图转生忍者的实力，只能发挥很小的一部分。但仅仅是继承忍术无限查克拉不死之身，就能够让猿飞日斩压力山大了。随着药师斗的改进，忍界大战的绘图转生已经相当完美，此术的上下限极高，上限到宇智波斑，下限可能只是一个咸鱼忍者，因为上限的原因，总体水平超影。除了禁术绘图转生，大蛇丸的通灵兽大部分都是蛇类，其中最强的是万蛇，以1敌2，对战文太、阔鱼。如果不是纲手插手，文太基本凉了。可见万蛇的单兵作战能力，通灵兽的强也侧面巩固了蛇术的地位。接下来看大蛇丸的不死和重生能力。大蛇丸能够永生不朽，靠的是不死转生，这是一种非常邪恶，通过夺取别人身体、占据别人能力的禁术。每换一具新的年轻的尸体，大蛇丸就如获新生，寿命也会增加。但此术也有风险，身体会出现排斥反应，这种排斥反应还有潜伏期，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。每一次转生完毕都需要等待3年，也正是因为多等了3年，成就了佐助。
除了不死转生这种常规的永生手段，大蛇丸还有另一重保障，那就是咒印。4战时，大蛇丸就是通过红豆身上的咒印复活。换而言之，只要咒印还在，大蛇丸就可以无限复活。每一个咒印都是复活币，但这并不代表大蛇丸可以随便复活，需要外界有人找到咒印忍者，并且愿意解开封印才行。大蛇丸虽然是灵魂永存，但如果真的身死，只能在咒印忍者身体中像九尾一样干瞪眼，等别人解封。那么大蛇丸的弱点是什么？真的打不死吗？第一次涌进来的想法就是幻术，大蛇丸被鼬的幻术瞬间禁锢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是在公式书中，大蛇丸的幻术是满分10。大蛇丸在被鼬幻术控制后，自己也说我竟然会中金富之术，足以证明不是大蛇丸的幻术抗性弱，而是鼬的幻术攻击力突破了抗性上限。但不可否认，幻术确实是打败大蛇丸的一种方式。前面说过的天照、酸液等等，大蛇丸可以靠替身流逃走，但是大野木的沉遁、高浓度的尾兽玉则是可以直接杀死大蛇丸的。最后还有封印类的法术，比如鼬的十拳剑、猿飞日斩的尸鬼封禁都是封印灵魂。如果说真的要杀死大蛇丸，在身死之后摧毁所有咒印忍者也是有可能的。综合来看，大蛇丸强烈的攻击手段多半是禁术，召唤类的秽土转生导致上限非常大，但也有风险，比如斑这种自己能解开封印的。八岐之术也能够让自己的战斗力堪比非完全体的须佐，再加上自身的软体改造，白鳞大蛇的恢复能力，让大蛇丸整体实力超硬，但短板也很明显。大蛇丸并非很多人想象的没有办法杀死，重点就是超高破坏力的 AOE 伤害、封印，还有切记斩草除根，杀光咒印忍者。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关注。